多谢啊，谢谢。给我拿2个。哎，好嘞。之前的布置全复制都留了，还剩下不到10天时间，刻不容缓。我想知道和平大会上机密文件藏在哪儿，而不是南京政府的人员调动。他应该利用他的身份去梅花堂，去特务委员会，去外务省和军部的牌桌和宴会。平田希子先生，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76号，动静太大，只会引火烧身。他现在处境很危险，强行完成任务只会让他提前暴露的风险增加。那是因为他和陆西间擅自行动咎由自取。如果平田希子还活着的话，局势会比现在有利得多。我们做出这么多的布置和牺牲，是儿戏吗？前后10几条生命，都是为了配合他。早知道是这样，我何苦让何元甲？什么意思啊？何元甲和师兄是奉命牺牲，是你让他去送死的，就为了控制梁硕？那不重要。那什么重要？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在你眼里就这么一文不值吗？完成任务是为了救更多的人，死亡是为了牺牲。不要让他们的死变成无谓，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你不觉得虚伪吗？老谢，你真是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那是因为你太年轻了，不懂得江湖险恶。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梁硕。我告诉你，想确保他的安全，你就应该想办法让他服从命令。我不是为了保护梁硕一个人，我是为了所有人。你必须让他服从命令，不然的话，到头来他会害了他自己。要包子吧？人生非为苟，而在寻光铸幻，使之禅心。照片，看来日本人要有大动作。这个消息太及时了，我得尽快传递上去。念慈，啊，怎么了？没什么。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啊，组织上派你来，有什么新的指示？啊，上级对你提出的关于名单的事给予正面支持。啊，这份名单能量巨大，组织的意思一定要把它从日本手中夺过来。有了这份名单，我们可以重新开启国共通话，有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重建。而且，隐藏在国内的日谍必须全部拔除。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完成任务。对了，天津方面的同志刚刚得到消息，日本人恐怕要有大的动作。
啊，我们也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这是秦少同志得到的情报。梅花糖最近向香港、重庆等地发布的频次明显提高。这是7月6号的一份密文，秦少同志认为必定与和平大会有关，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的破解。天津的同志说，日本方面近期会有大人物来到中国，但不知道是何许人也，只知道之前在东岸商贸公司工作过，不知道和密文是否有联系。东岸商贸公司，上海的那个宝牌情报机关。对，国民党曾经绝大多数高层倒戈，都和这公司有多多少少的关系。这就令人玩味了。据我所知，军统的人也在探查这方面的消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从他们那儿了解一些情况。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的确，秦少同志现在身份特殊，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所以，关于接纳谢小姐的提议，我个人认为是可行的。当然，首先要得到组织的首肯。好，我马上向组织汇报。你这边还有什么需要我转达的，尽管提。陕甘宁边区一直很关心上海的地下工作和难民营救工作。请组织放心，我们的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秦少同志已经得到了和平大会的部分的布防信息，我们正在寻找合适的营救路线。好，期待你们的好消息。放这儿。走。老五，老弟，又见面了，一路辛苦，回家说话。好，跟着。艦長、朝と来るよじゃない。お前出て行け。誰も邪魔するな。はい、わかりました。老七，这是我之前的据点，现在让给你吧。哈哈，我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戴老板现在只关心是否能破坏和平大会，让我过来呢，一是为了帮你统协上海站，给你带来了一些人和装备；二来，他不放心你，让我做战时督察。这是他的风格。同志，到外边等我。是。关于和平大会，我们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新的发现？もしもし、私です。浅井先生、時間を守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水野君、相変わらずせっかちだ。私はただ無駄な時間したくないだけです。私この名簿のために10年も待ってんのに。君は数日もたらなかった。ちょっと歌ってるだけです。おお、疑う。何の疑うですか？当年代号叫黑狐的日本特工，你还记得吧？你是说谍报之鹰钱景寿？他还活着？不知道。陆锡坚带来了一些消息，说和平大会上很有可能会启用一份潜藏10年的间谍名单。民国19年，
当年黑狐就一直在策反我们政府中的一些要员，我们只揪出了7名和他往来密切的叛徒，正好是10年，不会这么巧吧？10年，我们都从少校军衔升到少将了，那些还未被找出的叛徒，现在会怎么样呢？このメバオは浅井先生の言ったように中核を変えれるということは、私はちょっと質問ですね。さすが私そんな年になってそんな下品の劇商法を使うの人ないと思う。君は自分軽蔑したのか、まだ私のことを軽蔑したのか。老五，这件事儿我们得赶紧认识啊！如果是真的，那重庆会变天的。如果是真的，危险就不仅仅来自于日本人，更有可能来自于我们内部。平和泰来について何の問題を起こしていかない。我々は協力する以上、私は浅井先生の気持ちは分かりたいです。君望むようにちっちゃい贈り物をします。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上海站最近有没有截获东京方面的密电？截获了不少，一无所知。日本军部更换密码的频次太快了，根本无法从中找到规律。重庆也一样面临这样的困扰。刚刚搜集到的情报，等到破译了，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老五，我们的处境难啊！你来上海，就能体会到我的苦衷了。好吧，那接下来该怎么做？我听你的，还像从前一样。站长，这个邮箱怎么会有邮差同志来走信？难道是党内失联同志传来的？也许是10万后这件消息。我去看看。快点啊，都快点，动起来，别磨磨蹭蹭的啊！快点！你们那边干嘛呢？啊！快，快点紧！让你们啊，最后5分钟，5分钟之后全部撤离啊！快！上午为什么突然传来这样的命令？这个联络站是要废弃的吗？不清楚啊。某些长官下达这样的命令，那就是在收缩战线的。再收缩，干脆回重庆得了。谁呀？这是啊？你是吧？啊！废什么话呢？你看这是磨磨蹭蹭的，电把日本等来是怎么着？
古先生突然光临，费曼有失远迎。简小姐，这是好大的手笔啊！这位先生，啊，恕费曼眼拙。相逢何必曾相识。原来您就是我素未谋面的故人。几位先生，里面说话。申し上げます。どうぞ。機関長、こちらが高木さんが特攻総部から送った尋問資料です。容疑者だけではならねえ。もうすぐ平和大会が始まる。この時点で疑っている人は悩んでいる。高木はまだ何か言ったのか。高木さんが機関長から何かの協力を得られると期待しています。紀子さんのスパイ骨粗が自ら接触だと。だから外の力を認めるな。自分で解決しろ。機関長、返事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しょう。返事しなくていいよ。高木に伝えろ。私の案外には本部の全員に受けることになる。彼が歌っている人は充電に手配しろ。はい。時間と場所は。先生，请用茶。啊，谢谢。江小姐知道我的身份。先生是古先生的老师，从重庆来。除了我们自己的情报网，可以说江小姐是我们最稳定的一条情报支线了。合作了这么久，请允许我当面向江小姐表达感激之情。先生言重了，在费曼看来，先生来此应该也不仅仅是想表达感谢之情。我的确有事想向您请教。请讲。不知江小姐近期可否有东岸贸易公司的情报？东岸贸易公司？对，价钱不是问题。东岸贸易公司的活跃期应该是在13年前。以江小姐的年纪，或许不知道这是一所什么样的机构，但我希望，如果近期有任何关于东岸贸易公司的情报，务必通知我。私の記憶によると、浅井先生は本部長の近くには公安が持っていて、夜はすごく綺麗で、まあすごく配置すればいいだろう。浅井先生にとっては思い出の場所だ。明日夜7時、人を手配しろ。はい、わかりました。谢先生，那我就直言了。要想获得最有用的消息，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您所说的东岸贸易公司究竟是何情况？在这个时间点，是否与大会有关？江小姐如何判定呢？眼下除了和平大会，日汪方面还有更大的动作吗？江小姐，无需多虑，我只对东岸贸易公司感兴趣。你只需要继续帮助我查探这方面的情报即可。好，谢先生放心，如有相关信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好。老师，上海站刚才派人传来讯息，王站长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是关于配合行动的。老师，要不要我去一趟？我们的部署明晚即将开始，这件事儿比较紧急，你先把这件事做好吧。是。
查一下江慧曼这几天接触了哪些人，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是。谢小姐，你们谢小姐，是嫂子呀。妹妹，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呀？带了板栗粥，还有猪肚炖的山药汁汤，鲜的嘞，还有2个素炒哎。想着来看看谢小姐，又怕你没有时间招待我，我让李妈做好了赶着送过来的。谢谢嫂子，还是热的呢。哎呀，我会不会有点唐突呀？嫂子，你说的哪里话呀？你来看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要不然我一个人住在这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哎呀，我要是不来看看你啊，我都不晓得过的是什么日子哎。这梁硕也真是的哦，男人都这么粗枝大叶的，自己的未婚妻过得这么的节俭，他也是看得下去的哦。你放心，回头我说说他，好让他接你过去住。哎呀，不用，他太忙了，忙得我连人影都见不到。再说了，我们俩这不是还没结婚呢？哎呀，我俩还没结婚呢。好嘞，你们出去吧，俺拉女人干，我哪听得嘎气劲嘛？是。嫂子，我帮你倒。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的。我呀也不知道你过的是这样的情况哎。哎，我们在贝登路还有一处房产的，虽然小了点嘞，但是收拾一下，怎么也比这里舒服的。那怎么好意思呀？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呀？嫂子，现在外面时局越来越紧张了，你平时带2个人确实会安全一些哈。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多不方便了。不过哎，我听说前2天这个附近跑了一个反日分子，还是个女的哦。啊，是吗？那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哪能没事情？我听老崔说死了2个兄弟还没抓到人，为了这个事儿，他也是气得不得了。现在世道是真乱。就是说呀，我说我要来看看你的，他就一定要安排2个大男人陪着我。我总是跟你大哥说啊，不要把工作上的那一套弄到家里来，他就是不听的。嫂子，你嘴上说不高兴，心里乐开花了吧？崔大哥真心疼你，我真羡慕你们呀，感情真好。哪有呀？不过嘛，还可以的。你嫂子已经去看过谢小姐了，没什么问题。这2个兄弟私下看过了，确实没什么异样。处长，这之前确实是错怪谢小姐了。你看她年纪轻轻的啊，这怎么看也不像是。反日分子不会把这4个字刻在自己的头上。你忘了，咱们在老虎桥处决的那个共产党，只有16岁。啊，是。德伦，哎，你觉得梁处长有什么问题？这我哪敢说呀？没关系，你说说看。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啊。这最近这些事儿吧，确实多多少少跟梁处长都有一些关联，但是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毕竟像梁处长这样的人，风风火火、棱角分明的性格，自然得罪不少人。但是我就是奇怪，这梁处跟您的关系，跟我的关系啊，这自从梁处回到上海之后，跟您疏远了不少。这在兄弟们看来，那以前的梁处可是有什么事儿都往您这边跑的。原来你们都这么想啊？怎么不早跟我说呀？以您跟梁处的关系，这小的们哪敢说3道4啊？主任说了，让咱们通过凶器来调查线索。修强有消息了吗？这验证结论已经出来了，
伤口过于狭小，应该是钉子一类的。但是吧，这伤口创口扁平，跟钉子又有些出入。梅花堂来通知了，今晚在前景公馆宴会，会加派一层安全检查。这次是通过日本的手来搜查，跟兄弟们说，给我盯紧了。我要看看谁会携带这样的锐器。是。进。老大，陆处长来了，说有事汇报。汇报？副处长可真会开玩笑，赶紧请他进来。哎，陆处长，请。有什么发现吗？我把周围人都筛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是不是我们的方向搞错了？古渠或许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你，但他要离开特工总部，总会留下些许痕迹。哎，老胡，换班了。对呀，这刚下夜班，饭还没吃呢。你们吃过了吗？吃过了，吃过了。好，慢走啊。啊，梁思。梁思。聊一下。梁司长，您找我有事儿？没别的事儿，就是想找你调查一下情况。啊，那是什么情况？最近发生的事情，你也清楚。平田长官被杀，小东门围剿反日分子势力。上头呢，示意我暗中调查一下这些事情。这不就是您老一个电话的事儿吗？您还亲自跑来，这让小的有点受宠若惊啊。你懂什么？我要是坐在办公室里边挨个审，那还叫暗中调查吗？是，原来如此。我问你啊，最近这段时间，咱这大门口有没有出现什么可疑的人？可疑的人？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发现？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人有没有变得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其他的人啊，就是那个总务处的周副处长，最近呢出入的有些频繁，但呢也都是在正常的工作当中。哎，您知道他家跟日本人有些关系，所以没有人去管他。总务处的周安道。对，就是他。还有其他的吗？接着说。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了。明白。最近事故频发，有些话不能多说，只能点到为止。在调查有结果之前，嘴巴给我闭紧一点。这样我能来找你，你就明白我心爱的人是谁了。明白。以后有什么事儿，帮我多留意着点。这是不能样这样。别废话啊，拿着，给自己老婆孩子买点东西。哎，您放心，我这张嘴呀就是铁门槛，保准呐一个字儿也透不出去。万一有什么发现，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去吧。梁司长好。周安道，我们之前倒没怎么注意过，得想办法查一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
输入名单上撕下来的。事发当天，咱们回来前后时间点回到总部的都有嫌疑。算上这周安道，不下5人。还有什么排除法吗？这就是排除的最后结果。除此之外，只能一个一个排除了。接着，真正的特工面对敌人是会直接反击的，我们必须要排查清楚。司长，司长，司长，我在这呢。司长，梅花堂紧急通报。水野长官今晚在湖畔的一个公馆设下晚宴。是他不是出差了吗？听说提前回来了，说是来安排什么和平大会的部署工作。这种级别的晚宴，不是应该由执行委员会下达给特工总部的，怎么会由梅花堂直接传达？那我也不清楚啊。而且总部派了很多宪兵，大门也被封了，禁止任何人出入。老大，这日本人什么意思？软禁我们？别瞎猜，回去工作吧。对，是。你已经听到了，水野信玄为了防止消息走漏，做成这样，看来他是有重大部署。针对过去的计划要变了。过去的联系目标是水野信玄，只要水野信玄还在这个公馆，顾区就没有办法越过我们这些与会人员，直接跟他联系。如果变成守株待兔，也许是好事。你要是这么说，我反倒更加担心了。为什么？你想啊，水野在这个时间点设下晚宴，他到底想做什么？今晚是我们除掉顾区的最后机会。那就把他找出来。总务处副处长周安道当天是11点10分返回总部的，外出理由是物资调配，可特工总部的物资补给一向都是由梅花堂直接调配。这个周安道嫌疑最大。这个人交给我吧。情况越来越复杂了，到处都打听不到消息。难道名单已经落入梅花堂的掌控之中？我们必须马上向上峰汇报。先别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既然没有消息，就说明强锦寿还没有到上海。怎么说？这就是让人玩味的地方。这么重要的名单，那是强锦寿毕生的心血，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拿出来？你的意思是，他一定会亲自护送名单，我们还有机会？与其说是机会，不如说是场赌博。万一被共产党摸到了线索，就糟了。我们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拿到名单。上海站的王慕天已经回应了我的要求，从今天起有望全面接管上海站，所以今天晚上小桥路德教堂的会面我必须得去。另外，今天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必须统一在那边安排布置。这样的情形下，我还是有点担心。担心没有用，得向前看。至少那个王慕天终于开窍了。你天天威胁他，要在戴局长面前告他的状，看来也不是完全没用。晚上我陪你去。不，你另有安排。我怀疑咱们的情报网有些状况，必须马上处理好，不然的话，我们很可能最后给共产党做嫁衣。我没想到谢君安的戒心居然如此之重，他几乎很快就意识到我是在打探他的消息。来，喝水。谢谢。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谢君安极其看重这份情报，那我们的试探就不是没有价值的。我猜测这份与和平大会相关的资料很有可能涉及到国民党上层一些政治层面的东西。有这么严重？谢君安如此紧张，这很反常，我只能往这方面猜测。我一直试图将这份情报打探出来，但谢君安的口风很严，
我一提大会，他就戛然而止了。这不是你的错，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契机。我有一种预感，这份情报的量级是前所未有的。你现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如果确认被他们怀疑，必要的时候放弃据点。ここはほとんど準備は整うとな。よくできたろ。この実際互換で1001音のスパイ機関だった。誰にも想像ができない。機関長は古いピンに新しい策を入れるご賞味は終わりですか？高木、君を呼んできたのは雑談するためではない。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今夜のことについてもうちょっと詳しく提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特攻訪問における潜伏者の捜索につきまして私はすでに初歩的な判断をあります。いや、そんなことではない。君に新しい任務を与える。はい。皮克要通知，皮克要休息喽。这次行动务必注意安全。是。老师，根据平川书院附近联络人的汇报说，江飞曼最近出行非常频繁，十分反常，而且就在临走之后，他非常着急地离开了。注意安全。但是人跟丢了。知道了。老师，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就等上海站的消息了。很好。是。为了稳妥起见，是否要联系江飞曼，让他确认一下周围情况？这件事儿先放一放，你跟我过来一下。老师，老师平素里对你们怎么样？老师一直对我们坦诚相待。坦诚？现在有人对我并不坦诚。学生没明白老师的意思。本来以为只是私下里和共产党有所接触，可现在看来，绝非接触这么简单。老师就算怀疑，也应该有所依凭。学生平日一直跟随老师，不曾会……我说的是江飞曼，他绝对不是一个情报贩子这么简单。是，我是说，学生平日一直跟随老师，不曾发现他有什么突兀的地方。老师怎么会认为他和共产党有所联系？你紧张什么？没有，学生只是好奇。毕竟江飞曼在上海的情报网和共产党有所牵连，是在所难免的。你也知道，这些人无孔不入，会不会有什么误会？误会？也许是误会，可我始终没办法不对他产生怀疑。作为一名情报贩子，昨天他的表现不同往常。老师只是因为这个？只是因为这个？你别忘了，在我们的对手中，除了日本人，只有共产党跟我们进行了漫长的斗争。可万一弄错了，我们……确实可能错了，但是即使错了，也绝不能放过一个。我一想到我们的信息被泄露出去，我就坐立难安。不管怎么说，上海地下党也并没有对我们做过什么。学生以为眼下重中之重是针对日本人的和平大会，关于共产党的事，我们可以再从长计议。你既然能说出这些话来，看来你是忘记了老师平常对你的教导了。学生不敢。要不是念你跟随我多年，就你刚才这2句话，我就可以把你送回重庆通的巡处，再读2年政治。立即抓捕江飞曼。
可我们跟他合作了这么久，他的工作特殊，再耽搁，我们会有更多的情报被泄露出去。名单的情报绝不能让共产党触及到，立即带人去平川书院抓捕江飞曼，若有反抗，就地击毙。你跟随我久了，应该知道在哪些方面是我的禁忌。你下不了手，我让别人去。我可以，我可以。老齐，后边的事儿交给你了。明白。注意いただきます。参加宴会还带着钢笔，这么讲究啊？不可以吗？検査をさせろ。周安道当天是11点10分返回总部的，外出理由是物资调配，可特工总部的物资补给一向都是由梅花堂直接调配，这个周安道嫌疑最大。怎么样？喝一杯？就我待会儿再喝吧，我去找点水，嗓子都快冒烟了。哟，陆处长，我们在特工总部见过。我认识您，但您不一定认识我。姓名、部门。报告陆处长，机要处李大光。李大光。前几天我陪你们祝处长去大水桥查线索，你为什么没有出现？那天家里有点事儿。老娘她生病了，真的？真的。你知道对我撒谎的后果？小的都知。那天去了趟兰香园。陆处长，我发誓，这次绝对没有撒谎。谁能为你证明？兰香园的老鸨可以为我证明。陆处长不信的话，现在可以派人去查。你知道我在76号是干什么的？知道。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おい、山本。なんだ。大丈夫だ。はい。江海姐还没回来，真要对教练动手。老师的话你不是没听到，可是军令如山，只能执行。先进去等着。组长，时间差不多了，是否直接行动？等我号令，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要动枪。是。你们这是做什么？江小姐，对不住了，老师怀疑你勾结共党，透露我们的情报，我们奉命带你回去。谢先生怎么不亲自来找我？你跟我们回去，自然便能见到他。你们都让开。我们合作了那么久，总不能随便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念在往日的情分上，我想我能跟你说清楚。你们都出去。这不合规矩吧？服从命令，出去。为什么？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你，再加上特工的直觉，让他怀疑了。你知道的，他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也不可放过。江，还是老的辣。那你呢？你也觉得我是？我不知道。随随便便扣一顶帽子就能杀人了？这个世道怎么了？堂堂的一个中国，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还容不下两种不同的声音，这到底是为什么？当务之急应该是一致对外才是正道。不过我很庆幸，来抓我的人是你。抱歉。你只是执行命令，又何必替他道歉？你走吧。什么？趁他们都在外面，赶紧离开，不要等我后悔。谢君安不会放过你。你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手段对付你吗？他现在已经不计一切后果了。他害了梁硕，害了陆西坚，害了我那么多兄弟，现在就连他的亲侄女也不放过。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意外，我还有什么坚持下去的理由？
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梁硕，一直都是。我想你也猜到了，他是我们的人。但我放你走不是因为这个。抛开任何感情不谈，我也是一名中国人，不忍心对自己的同胞下手。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身边，成为跟你并肩作战的战友。可是现在没有机会了。什么意思？找我看一下，这样我们俩都能脱得了干系。谢君安没有那么好骗。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算他再怎么怀疑，也不会怀疑我会背叛他。是认真的吗？你不能被谢君安抓住，就当是为了梁硕。以天蝎的手段，他一定会做好完善的安排。凭我自己，不可能逃出去。去春华路16号这些年子，他受76号的监控，你明白我的意思？利用76号摆脱追捕。我会去接你们，送你们离开。走。对不起，程川。是我自愿的，不关你的事。快走，走。怎么回事？人呢？开枪打了我，他骗我说收拾好行李就跟我去鉴宝室。这里给我安门，给我出来！人呢？去哪儿了？你们分头去找，走！已经确认了，专案都不是过去。他去梅花堂是为了见一个女人。现在所有嫌疑都已经排除了，难道从一开始我们的方向就错了？我们站在古去的立场上去想想，他想要见水星学院的心比我们还要迫切，所以他今天一定会到场。可总部上上下下300多人，该怎么排查？陆处长，梁四也在，你们聊。哎，好。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们，我们想什么他很清楚。传导的线索来得这么容易，很有可能是他故意引我们上当。还能有谁呢？不管他是谁，他一定没有资格出现在这个场合。如果有人不合时宜的出现在这里，那么他的嫌疑一定是最大。只要我们速度够快，一定来得及。田本長、透過本部の皆さん、戻る推だ。じゃあそろそろ行きましょう。神出鬼没的你，干嘛去了？去个洗手间要跟你报备，抓不着你人影啊！老胡，哎。
诸位，特工总部已经成立一段时间了，诸位的付出和努力，我都看在眼里，再次感谢大家。希望大家今后能团结在新政府周围，为大东亚新秩序添砖加瓦。所幸这一盛况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因为和平大会的召开，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人人都庇佑着东方的圣光之下。但很可惜的是，再完美的事情都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平大会即将召开之期，重庆分子的暗杀行动却依旧没有停止。我之前一直在忙之于机关内部的琐事，对特工总部有些忽略，这也间接性造成了平田希子的悲剧。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天皇陛下的领导下，大日本皇军在战场上迎来了新的机遇。和平大会的召开，让大东亚共荣出现了新的局势。就算你们当中还有一些我未能铲除的潜伏者，我知道你们就在会场中苟延残喘，随时阻止我们的共襄盛举。但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今天晚上我就会向你们证明我所说的一切。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准时参加晚宴。就是要见水野信玄的，水野信玄现在还没有单独见他的时间，我们还有机会。分开找。才为尊，你才是真正的骨气，苍南够神。彼此，平田长和临死前还一直惦记着你的小女友呢。不过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真正的内鬼是你，梁硕。误会，自己人，哦，我76号的，76号，自己人，76号。大兄弟，
继续。误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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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会。我解释一下吗？你到底是什么人？您果然是不记得了。您救过我的命，青霜同志，我是您的战友。站住！别跑！我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玉龙山您回来以后，我就察觉您不对劲。若不是此次情况危急，按照您的指示，我是不会来跟您接头的。我还让你做了什么？监控梅花堂，在总部处的时候，我能够接触到很多和梅花堂的往来公文信件。调您身边以后，其实我一直有在暗示您，可是没有一点回应。原来是这样。此地不宜久留，你赶紧走，别暴露了自己。知道了，你也小心。你杀了顾缺，侥幸，差点就真的毁在他手上了。宴会马上开始了，不能再耽搁了。还是去趟医院吧。人找到了吗？还没有，但附近都是我们的眼线，想逃走应该不容易。他往东北方向跑了。对。钥匙给我。不行，你视野太多了，这样不能开车。给我。回去告诉天邪，江飞曼逃走了，让我一应追到。你这又撑不了多久。照我说的做。你去那边，给我来！是。别闹！那边，好像从路口传出来的，走，下去看看。兄弟们，走走走。快点！快点！什么人？老师，上海站那边再次来电催促，说集合地会以焰火为号。低调行事即可，干嘛要大张旗鼓的？想引人注目吗？学生已经询问过，那边的回复说，租界的外国人今晚有活动，教堂附近会非常热闹，所以不算热演。已经到时间了。是的。既然程程赶不回来，就不等了。是。曼姐，你怎么来了？念慈，跟我走。怎么了？外面那些枪声是冲你来的？
时间健身，我们边走边说。快去换衣服。曼姐，你这是做什么？保护你的安全。怎么回事？秋山，你那边是日本人还是7月6号的汉奸？跟天蝎撕破脸了，来杀我的都是军统的人。怎么会？他们怀疑我是共产党。他们知道了？只是怀疑。只是怀疑都不放过你。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拍他们，跟我来。那什么事啊？放聪明点，我感觉今天的气氛不太对。谁也来了？费先生，你是把我们都当成囚犯吗？是啊，大家都安静，大家稍安勿躁，都坐下吧。我请大家来，自然有我的用意。这所公馆不是一般的住宅，早在10年前就是上海最大的情报机构。这所宅子的主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财富，而因为这位前辈，所有的一切都回到了原点。石野先生，现在人心惶惶，还劳烦您为大家解惑呀。对呀，别无他意。听说今天晚上租界有焰火表演，所以就自作主张请大家过来。大家往正西方看一下，那边焰火耀眼的地方就是上海老城。还有多久？就在前面了。你们俩没受伤吧？你怎么样？没事，快走吧。不对劲儿，这是上海站紧急召集的讯号，只有在很危险的时候才会使用。我在上海站电讯说过。现在的时间点正是老师和上海站会面的时间点。老师本来是要等我回去的，但现在他应该已经出发。凭老师的能力，他不会有事的。快走吧，我先送你们离开。水の期間中、一人の女性のためにあれほど取り乱すのは不適切だとおじさんは思いませんか？そのような直感は不可です。本来なる子は実家の計画。あいつ最近の動きはどう見れば裏がある。
でもわしらは彼の船に乗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もしモネが漏れたら上の方から処罰をされるぞ。とにかく先に協力しろ。311名簿は手に持てれば上海に中堅のヤクザは誰でも逃げられな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結局騒動は勝った者特権だ。長官、準備はできた。水野信雄一向谨慎，跟他接触过程中，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心情十足。他一定在酝酿什么阴谋，我们千万要小心。有一些可疑的地方，是吗？这么重要的宴会，高木雄一跑去哪儿了？不对呀，你想想看，印火在什么位置？好像是小桥路的正方向，也是上海站集合点之一。你想说什么？那里很有可能就是个陷阱。前几天念慈还跟我说，最近可能会配合上海站的行动。万一他们要是今天，有没有办法将讯息传递出去？公馆已经被封锁了，除非是用电话或者电台，也不行。这个时间，就算是打电话，他们也不会再接了。你看啊，我知道电报跟摩斯密码你都懂。但是我想设定一套只属于我们两个的专属电语，这样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用最快的方法联系到我，比如撤退、安全、危险。如果能把摩斯阴码转换成光码，就可以提醒念慈和天蝎。但是这里封锁严密，我们出不去怎么办？水野信雄也在等。待会我去敬酒，你想办法。好。水野先生，既然是家宴，肯定有美酒，是不是到了水野先生请大家喝一杯的时候了？很好的提议，上酒水。他们为了作恶的脚步奔跑不止。他们为了作恶的脚步奔跑不止。叽里呱啦的，你说的什么鸟话？凡贪恋财力者，所行之路都是如此。所行之路都是如此。站长，弟兄们已经集合完毕，正在来的路上。害死他们的是这无形过来的贪欲。把这些外国和尚都给我清走，神父留下，明白？是。我也去。贪恋财力者，都站起来！叫你们站起来，没听见吗？全站起来！快点！干嘛？快点！出来呀！你快点！站起来！出来！快点！快点！闭嘴！走，快点！走！好废物！快点！走！ 哎，
诸位，我提议，今晚借着水野长官的美酒佳肴，我们一起来敬水野长官一杯，怎么样？不错，梁兄说得好。既然是宴会，要有宴会的气氛，让我们一起敬水野机关长。好，那我就配合一杯。水野机关长。停电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怎么了？什么情况？是不是？怎么了？这是灯怎么变了？变了吗？都看不见了。大家不要惊慌。大家不要惊慌。撤退。危险。怎么了？问姐，那是什么地方？那是江边灯塔，有什么异常吗？是螺丝密电码，是我跟梁硕约定的密码。发的什么内容？危险。撤退。撤退。老师有危险，你们下车，我去小小路的教养场啊。好，注意安全。